Hello， 大家早安，我是海派罐头。今天这一集呢，可能有点沉重一点，因为我们要去的是战争遗迹博物馆。那它呢，记录了越战这段时间美军对于北美人民的一些战争行为。那这场长达21年的越战，究竟给他们留下了些什么？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看。那如果你也是喜欢旅游历史的话，欢迎先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谢谢你。这边门票是4万越南盾一个人，然后上面这个 logo 呢是和平鸽的意思。那希望里面的一些记录可以让人反思一下战争的行为啊。那在博物馆的外面呢，有非常多美军遗留下的一些武器啊、装备这些摆在这边。我觉得除了记录战争以外，也有一点耀武扬威的意思啦，就是你们世界第一强国打不赢我们这种感觉。我个人不是军武迷，没有到很了解。不过如果喜欢军武迷的人，应该在这边会是一个不错的体验。那今天这支影片有可能很多画面都不能真实的展现给大家看，因为 YouTube 会直接黄标，甚至会红标。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没有马赛克的画面的话，除了可以自己飞过来看一下这个战争遗迹博物馆的，我也会把所有无码的画面都放在我的频道会员里面。那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冠家军。这是胡志明跟毛泽东见面的时候，在1959年两人见面。是一个共产国际的感觉啊！这是1966年7月22日的时候，中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反战示威，但主要反的是他们呼吁国际停止越战啊。这边是当年美国人各种反战游行，因为当年越战是全世界第一个透过新闻直播的战争，所以很多美国人大为震撼，才知道说原来战争是这么残酷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民众就觉得很反战啦，就是我们把我们家的孩子送到地球另一端打仗，然后还一直死伤这么多，所以美国国会对于越战就越来越不支持，这也是后来美军被迫撤退、被迫把越战越南化的原因之一。那越战之所以会发生呢，是因为当年苏联跟美国都想要把他们的势力渗透到越南，所以就产生了北越跟南越嘛。但一开始他们其实不想打仗，不想打仗的原因之一呢，是因为那时候韩战也在爆发，就是苏联跟美国都有点双边作战的感觉，所以他们想要让越南以和平的形式来完成统一，所以那时候决定说给他们3年时间，然后用全国投票的方式决定出到底是要北越统一南越还是南越统一北越。但因为胡志明的支持度太高了，再加上北越的人实在比较多，所以呢，南越就觉得啊，我们这样玩这种投票根本就没戏，所以双方就开始打起来了。美国当然要保护他在亚洲的这个势力嘛，所以美军就开始加入战争。其实北越也有来自中国跟苏联的一些武器的支持跟战术的支持，所以越战就这样开打了。然后就从1954年一直打到1975年。这边是展示着美军怎样使用毒物，和他们戴着防毒面具的画面。这2张照片是美军在喷洒有毒的化学物质。那其中美军撒的最出名的就是橙剂，又叫落叶剂，因为当时北越的战士都会躲在丛林之中嘛。有一个地狱梗图，就是请在下图中找到北越的士兵，然后就是4个丛林的画面，让美军觉得很棘手的事情就是他们不知道到底敌军藏在哪里，所以他们就喷洒了大量的这个橙剂，也就是落叶剂，然后让树枝枯萎掉。这个化学物质呢，也会对人体造成非常大的伤害。这边是记载了美军当年所用的各种化学物质，包括橙剂啊，然后橙剂也是后来被评为2战之后最有毒的一种化学物质。他说，平均85克就可以杀死大概800万人口。然后这边的照片就是当年受到橙剂的化学污染之后出生的一些畸形的儿童。其实它的概念跟日本遭受到原子弹之后，后面出生的儿童都变畸形，其实有点类似。就是这种化学物质对于孕妇啊、人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他们的基因可能延续个几代都还没有办法完全把这个毒物代谢干净。那因为越战期间呢，除了美军之外，有很多美国的同盟国有参与越战，像菲律宾啊、韩国啊、日本都有参与一些越战。这一位韩国人，他也是当年有参与越战的韩国士兵，他也有受到橙剂的影响，所以有出面说明说橙剂的危害性有多大。
这个房间呢是一些关于反战和平的一些画作了，然后也是有一些关于越共如何照顾这些小朋友们的一些画作。整体是一个比较温馨和乐的一个氛围。那这个空间呢，也是目前感觉这整个场馆最凉的一个空间。所以如果大家逛的觉得很热的话，欢迎来这边舒服，然后凉快一下。现在这个空间呢，记载了战争的罪恶，里面呈现了各种美军如何虐杀北越人民的一些照片，看起来很多是相当残忍的。这边所展示的照片也是美军在越战期间最可怕的一个犯行之一，就是美莱村的屠杀事件。因为当时美军觉得很多越共会藏在村庄之中，就是军民混为一体，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决定向美莱村发起进攻。那这个美莱村是当时属于战线前线的一个村庄。美军一支部队在威廉·凯利的带领下，直接冲进村子里。面对不抵抗且手无寸铁的村民，他们直接使用了自动步枪和手榴弹攻击。尽管当下有些美国士兵不愿意服从命令，威廉·凯利却直接抢过他们的枪进行攻击。当天，许多的婴儿和儿童遭到虐杀，有许多妇女遭到性暴力后被枪杀，甚至被集体赶进了防空洞后用手榴弹炸死。最后，有一架美军直升机经过，驾驶员汤普森强行武力威胁凯利停止屠杀平民。美莱村的杀戮才告一段落。事后统计，当天有504名村民遭到杀害。之后，威廉·凯利被军事法庭定罪，软禁3年后获释。2009年，威廉·凯利才对媒体表示，他对美莱村发生的事感到相当的懊悔和抱歉。这张烧夷弹女孩也是越战中著名的一幕，它让很多人震撼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这张照片也获得了1972年的新闻普利兹奖。不过，这枚烧夷弹是南越飞行员误以为是敌军而轰炸。除了这个女孩外，她的2名兄弟和亲戚也都遭到了灼伤。这边就是模拟当时他们的监狱，他们就会把人关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四周都是墙。当然，这个门是不存在的，这是为了让我们进来的门。然后就把人关在这里面，然后饱受日光浴之苦，把人活活晒死。那这几天大家也知道嘛，越南的太阳是非常大、非常热的。这边就是会有士兵在监管，他就会把人关在里面，然后让人活活的在这里面晒太阳，就像这个样子一样，非常痛苦。那当时美军士兵呢，就会在这上面监管他们所有的犯人。那有一些呢会是政治犯，有一些会是平民百姓。像刚刚看到那一位就会被关在这边。这上面还有蝙蝠看起来是真的蝙蝠。这个蝙蝠不知道是不是还原当年的状况，但是这边出现了这么多蝙蝠，看起来确实有点阴森森的。然后这个笼子看起来很像关什么野兽之类的，但其实它是关押人的。这个断头台是从法国进口过来的，上一个使用这个断头台的人应该是路易16吧。虽然这些酷刑都很残忍，不过我觉得如果今天是南越俘虏或者美军落到北越手中，可能下场也差不多惨吧。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喜欢看战争片的人，但战争片呢，它通常都会把妇女啊、儿童的部分减少很多，甚至是用借位的方式把它带过去，比较多是呈现在男人之间的对抗。今天逛完这个战争遗迹博物馆的时候，其实发现说战争的时候是有非常多的妇女跟儿童受到各种各样的伤害，很多是让人惨不忍睹，就是连我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折磨，他们为什么要遭受到这些？那尤其我觉得战争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是，可能你原本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一旦到了战场这么极端的环境下，所有人都会变得疯狂。像美莱村大屠杀就是，很多士兵可能一开始他是不愿意的，但因为长官下令，到最后自己也疯狂化了，自己也开始开枪，甚至主动去追杀那些手无寸铁的无辜的人民。很多人在踏入战场之前，他可能是个好好先生，但一旦踏入战场以后，他就变成杀人不眨眼的狂魔，是非常可怕的。好，那现在逛完战争遗迹博物馆也差不多中午了，我们现在决定要去吃个法国面包。
这家粤式法国面包也是我朋友5410推荐的哦，口感饱满，配料也非常扎实。除非你们是2个以上的男生，不然其实点最小的尺寸切一半就很够了。早上我们看完了比较沉重的这个越战历史以后呢，下午我们来看一下南越的世界吧。前面这一座呢，就是统一宫，也叫独立宫。对，它又统一又独立的，反正它就是南越的总统府啦。它原本是法国在殖民时期的时候所盖的诺罗敦宫。但后来呢，因为一些战争原因，它有些损毁，所以在南越的时期呢，他们又找了一个设计师重新盖了。那它里面其实蕴含了很多中文字的元素在里面，叫做己口中三王主心。口呢代表教育和言论自由，中则代表忠诚，三是意指人民需要人治武等3种素质，王则象征人民为王，兴则代表国运兴昌。那整个王宫呢也呈现了吉，代表吉祥。在总统府的旁边呢，你可以看到有2辆坦克车。那这2辆坦克车呢，就是当年1975年4月30日时一起撞进统一宫的2辆坦克车，它们分别是中国制造跟苏联制造的。由于整个统一宫内呢是没有开冷气的，所以整个场馆非常的炎热，我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好好的介绍，所以接下来呢，全部都改为事后配音的方式哦。1楼这边是举办国宴的宴会厅。1975年的3月1日，南越总统阮文绍在这里最后一次接待了美国国会代表团。这张椭圆形桌则是内阁办公室，这间礼堂用来举行会议、招待以及典礼，感觉有很多记者会或者颁奖可能也会在这里举行。不过时至今日，越南有时候还是会在这里举行重要的会议哦。这是南越首任总统吴廷琰最喜欢的一幅画。这里是厨房，配备了当时堪比5星级饭店的现代化设施，所有设备都是用日本制造的不锈钢材质。这是总统的吉普车，南越最后的总统杨文明最后就是坐着这辆吉普车去西贡电台发表投降广播的。顺带一提，杨文明是接了前面总统烂摊子后，上任2天就发表无条件投降了。总统的宾士座驾曾经是阮文绍的座驾之一，产自20世纪60年代的西德。为了纪念南方解放20周年，这辆车首次在独立宫展出。接着我们来到了地下室，其实也是独立宫的防空洞。整个防空洞有许多的房间，透过小型混凝土的走道相连，墙壁覆盖了5毫米厚的钢板，并配备了通风系统。不过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感受到冷气的感觉啊。这里包含了指挥中心、无线电台、电话交换机、解码和发射设备。再往下是2.5公尺深的安全掩体，可以抵御2000公斤的炸弹攻击。总统可以从2楼办公室的楼梯直接进入这里。这里感觉超适合拍谍报片的，大概这种感觉吧。OK， 这边就是他们的电报室。以前要通讯得这样一个一个打电报，非常不方便。而现在呢，我们拥有 eSIM， 不用换卡，不用去营业厅排队，只要扫描 QR code 就立刻可以出国上网，再也不用像他们这样慢慢打电报，好不好？我们都使用最快的 eSIM。我们这几天在胡志明玩，演唱会现场有讯号，跑到偏僻的古芝地道也有讯号，更别说一信通还支援超多国家，除了台湾人最爱去的美日韩泰，连柬埔寨、土耳其、阿联酋都有，基本上世界7大洲都拿捏了。接下来就等企鹅学会用手机了，一信通更有24小时客服，兢兢业业的像当年的电报员一样，随时为你解决问题。那现在只要点击我资讯栏链接，立即购买 eSIM 就可以享有5%优惠哦。这边这一间呢是总统的地下碉堡的卧室，就是万一上面遭到了轰炸或什么，他可以躲在这下面睡觉。旁边还有两个电话，然后旁边就有着越南的地图。最后这边呢，也是总统的地下碉堡指挥室，一样贴满了各种越南的地图。这边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有种铁达尼号的感觉啊！
在2楼的中间就有一个非常大、非常浮夸的一个地毯，然后刻着许多龙，真的是超像越南的皇帝的感觉。这一间就是总统的办公室，这一间反而比起其他空间就比较没有那么浮夸了。听说这边3个电话，其中有一个是可以直通到美国白宫的。它后面的话，比起其他地方的话，也是比较朴素的，所以那一些看起来很奇花的东西，都是先摆给外国人看的吗？这个壁画就有点浮夸了哦，超夸张哎！这感觉真的是皇帝在坐的位置了。连旁边的椅子，你感觉都奢华不凡。别人觉得让别人觉得南越总统很屌、很高贵。然后自己的办公室就反正没人看，他就自己做。有可能，而且他在偏僻的地方、偏僻的角落，所以在这边就是要弄得很有可能就是有面子，或者是障眼法，把它让共谍以为这边才是我的办公室。然后我把我的办公室设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这样如果他遇到那个共谍想要刺杀他的时候，他就可以躲过。然后可能这里面就坐着那个影武者，他的分身。不要瞎掰好吗？这一间是总统夫人的卧房，上面有一个漂亮的雕刻，然后总统夫人的床，舒舒服服的 sofa， 然后满满的化妆品。还有 Chanel。我这边的 Chanel， 总统夫人的浴室感觉比我家还要大。这边是总统夫人的更衣室，整面都是她的衣柜，整个都是她的伸展台啊！我靠，然后还可以看着外面的中庭花园，在这边慢慢的换着衣服。哇，那这面镜子想必就是她换完以后就在这边摆。卡哇伊的是去睡觉。这一间也是客房。它随便一间客房都是我家的2到3倍大。这边有着各种兽脚，在此呼吁：没有买卖，没有杀害。南越总统做了很不好的示范。这里有一只雷文克劳，这是他们的餐厅。盘子也是高贵奢华。越看着这些奢华的装饰，越觉得最后整个政府被打到没有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这也是第一夫人接待国内外政治家夫人、女士们的地方。装饰灯特别设计成了花朵的形状，增添了柔和气息。那其实这座总统府呢，当时是兼具住宿跟办公两用的。像台湾现在总统府，它就只是有办公作用，但总统并不住在总统府里面嘛，总统住在总统官邸。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这里面会有总统的卧房，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娱乐设施，例如说麻将啊、电影院啊。因为总统跟总统夫人还有他们的小孩都会住在这里面，跟白宫有点类似啊，就是他们的生活都在这里面，所以都会有这些娱乐设施。但我觉得有这些娱乐设施其实也是蛮讽刺的，因为当年在打越战的时候，美国给了南越非常多的援助，但其实这些援助很多都被上面的官给贪污掉。然后听说有一些前线的南越士兵，甚至有过1个多月都没有军饷可以拿，结果你在这边开开心心的吃着火锅，唱着歌，感觉跟当年国民党即将在大陆战败的时候很像，一堆高层把东西都贪污掉，那你的士兵也没办法作战，所以最后就被打跑了。这从4楼看出去中庭的景色。如果南越没有灭亡的话，前面这一条就是他们的凯达格兰大道了。前面这一架直升机呢，就是最后一个撤离越南的美军直升机。那这一架呢是一个复刻版，然后地上有2个圈圈，就是他们当年投弹的位置。而南越第2任总统阮文绍，在1975年灭亡前夕，辞职下野逃来台湾，一度住在台北天母。在他逃离西贡后的9天，南越总统府就被北越攻破，无条件投降了。我们逛完统一宫，可以看到我是满身大汗，尤其地下室 B1 那边真的是
热到一个爆炸，结果竟然看到那边有军人还能戴口罩，我十足佩服，真的不愧是军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整个场馆都不开冷气啊，明明越南这么热。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理由就是，毕竟这里是前敌人的总统府，所以不想让大家在这边有一个太愉快的回忆。毕竟整个建筑跟装潢真的是很豪华，所以他就直接给你把冷气收掉。他甚至原本可能有一些冷气口的安排，他直接强行让它变成假的装饰用的。所以这里面非常热，非常热，然后让你逛起来会觉得非常的暴躁，这可能就是他们的一种心理战吧。那今天这个从越战到统一的整个历史过程，我们就算逛完了。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那我现在也有开通会员，如果你愿意支持的话，欢迎加入我的冠家军，跟我一起旅游追星。那我是海豹罐头，我们下次见，拜拜。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